东吴大学的创办人叫林乐之 ，Young John Allen，1858年大学毕业了，一个年轻小伙子。那他是监理工会，后来叫卫理公会，从美国的西岸搭了船到中国来。稍微回顾一下1860年的年代是什么年代？美国陷入南北战争，中国土地上是太平天国的作乱。长达14年，美国南北战争4年多，所以这个传教士他的母国陷入战乱，而且是大战争。中国也是一个南北对抗的，因为洪秀全占领了整个南方，那满清在北方争取。这个传教士他一生的所行所事影响东吴很大，他是在很艰困的情况之下，他的母国陷入战争。所以母国的教会的资源完全中断，没有办法来接济这个他要派遣到中国来的使命的经费资源都没有办法。中国又陷入战乱，所以他一个人啊，白天传教，晚上印书，然后写文章，然后赚起微薄的钱，开始来创办几个书院。1900年建校呢，开始从一个书院。是很小的书院，因为当时呢，基督教传教进入大陆以后，怎么能够使基督教能够给这个中国人能够相信呢？一定要做好多好的事情，让老百姓能够接受。因此，很多人都在一种贫苦的子弟中间呢，医病、看病、受教育，所以呢。他是一边是一个教堂，一边搞个医院看病，然后呢，搞一个学堂呢，能够培养人。以后逐步的以实际的这个工作的成绩赢得了老百姓的信任以后呢，很多人呢就进入到教会学校来学习了。所以他开始有第一个阶段要认同基督教的教会，接下来。是能够进入到这个教会所办的一切活动，这是有个过程。所以逐步的，教会就在中国大陆呢站稳了脚跟，逐步的发展了，好多基督徒，中国人的基督徒也有了。那么学校呢，从书院以后呢，逐步变成文学堂。那么东吴大学呢，就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东吴大学在1900年创立，但是创立之前，其实这个监理公会在上海、在苏州已经有好几个书院，中西书院、中西米蜀书院、公向书院、博习书院等等这些书院已经创立了。创立了20多年之后，这个书院其实也在教育青年，那也多少也在介绍西方的知识。认为时机成熟了，所以1900年就成立了东吴大学。当时候的英文名字叫中央大学。那满清没有这个认知，说大学在整个国家的经世致用当中的重要的用途。那所以满清并没有允许，也并没有办法在满清取得大学的注册。所以东吴大学英文名字叫中央大学 （Central University）。它是在美国注册，所以我们早年的毕业生是英文的毕业证书。第一任校长呢，叫中文名字叫申洛文 Anderson。现在有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就纪念第一任校长，称之为 Anderson Hall， 就是升堂过去，东吴叫升堂。这个房子1911年完成的，这就纪念第一任校长申洛文。后来到蒋介石北伐了，1927年了，
觉得说过去的这个教育的主权可能忽略了，可能有部分还在一些西方的教会的手上，所以当时候国家主权，同样的教育也要追求主权，所以就开始有所谓的华人来担任校长。那说第一任的华人校长叫杨永庆。一定要中国人做校长，所以呢，国民政府当时有这么个规定以后呢，杨永庆就任了校长，不能外国人做。那么杨永庆做校长以后呢，就把杨天地正气发古今完人作为东吴的校训，跟英文校训是并列。英文校训就放在校门的上面，横的，竖的就是杨天地正气发古今完人。那么现在你们看到的这里一个校门，老校门呢，上面的 N12 老门已经拿掉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49年以后呢，大陆对美国的这个影响要肃清，所以就把它缩掉了，改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上面你看到是1952年刻的，在造这个校门的时候呢，上面的 N12 老门。那么杨天地在发古今完人，这个校门呢，完整的保留了东吴时代的这个校门。底层东边是校长办公室，底层的西边教务处，其他几个部门注册处就在西边，2楼就是教室。学校的校部是非常少的房子，校长住的房间里面就一间，校长秘书就在外面，校长在里面。杨永庆的房间很小的一间办公。东吴附中楼下的医务室看病的，这个朝南边呢是附中的办公室，北边呢就医务室。东吴大学医务室，2楼是图书馆，3楼、4楼是附中的教室，一个房子好多用处。讲到东吴大学的教学来讲呢，有它的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它允许不同教授的教学风格的存在，因此呢，在东吴呢有好多种教学方法。一种教授就用 lecture 的方法，就讲座就完全按照教授自己对教材的理解来讲。这种做法呢是学校里面很盛行，特别是有名的专家。他上课就是他一套体系完整的就讲座。那么学生怎么学呢？可以开给你好多参考书，你可以自己找参考书来丰富教授所讲的内容。第二个特点，像数学有许多课程要练习要多。东吴大学的特点是非常特殊的，教室里面4面都是黑板，比如讲微积分要做题目要做得非常熟练，那么基本上1/3以上的学生都要上黑板，由教师事先拟好的题目你要在当场再做出来，然后教授就看你在写题目的过程、解题过程里面的许多问题，给你指出来哪几步，包括符号的写法不对的，他都给你指出。因此呢，每次上微积分课，你就都要准备上黑板去做题目，当场来纠正。这是又一种方法，要多练的课程。第3种办法，主定课本来教授讲，然后有参考书学生来自学。那么这种呢，也是东吴呢也流行，所以东吴的教学呢是非常有特色的。还有一个呢，东吴的这个风气。学校的风气呢是非常勤俭、非常节约的。我举个例子，我是物理系的，物理系的仪器
买一般的仪器都买一套，然后呢，自己的仪器工厂自己制造生产，然后呢，一套仪器呢就可以发挥了全部用的这个效果，做了好多套。那学生做的呢，就自己制造的。所以我们做的用的仪器都是东吴自己的仪器工厂生产的物理仪器啊。这个系主任节俭到什么程度？在走廊里看到一个螺丝钉，看到什么都要捡起来把它放好，不让它丢掉。这个就是东吴一个非常好的风气，这对学生的这个教育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你要学业务、学课程，你不能浪费，你应该懂得要爱惜这个财富，要懂得节约才行。所以呢，东吴来讲呢，它这个办学呢，可以说经费花得少，但是要效果要取得好，这也是东吴的。第三个东吴的特点呢，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的，进入到这个大家庭里面呢，教师跟学生非常融洽，东吴的校的领导跟教师也非常融洽。这个杨永清校长跟教师的关系非常好，教师跟学生也是非常好。我们有导师制，你这个年纪导师是谁来这个做你的导师？经常呢，导师不仅关心你的业务学习，也关心你的生活思想各方面，他都关心。所以东吴呢，就有这么一些特点呢，使这个学校呢有它的特色，就是重视教育，教学是十分重视，也就是要使学生能在学校里真正的学到东西。沈校长讲的呢是理科，我学的是社会科学啊，文科经济系文科。但是我们这个教学呢，跟一般教育不一样。我们教师没有一个教本的，课本没有的，就是老师呢在课堂上讲，我们就是笔记。当讲义结束的时候，老师就黑板上写多少本参考书，什么书第几页到第几页的，什么书第几页到第几页。所以我们呢，就是下了课以后就非常认真的上图书馆。所以我们这些老师讲的呢，范围非常广，我们也学的比较多，并且都是很容易记啊。那时候我一般讲笔记都是2本，一本是课堂上记的，回去以后再重新整理，所以学的比较扎实啊。并且我们这些老师呢，真是学富五车啊。譬如我们一位张祖尧老师，后来到我们大学去了。财政学他讲的，货币学他讲的，银行学他讲的，西方经济学他讲的，经济史也是他讲的，都要讲好几门课，都很少这个讲一门课的教授，很少。譬如系主任啊，姚天星老师，他是会计学他讲了，后来就开了一门国民经济计划原理，新的全新的，就叫计划经济，他也讲了，这个王汉卿老师，他是讲成本会计的，他讲美国的成本会计、会计新闻，他讲了，我们都是笔记记下来，所以这个教学方法，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好，也学得很扎实。他都是参考书 reference。我刚才讲的江青元老师，他是法国留学的。你们第一年多少学分？
朝战争、抗战的时候，那东吴呢，在这里办不下去了，这个沦陷了。沦陷以后呢，中学呢就到上海，到正阳中学。以后呢，大学呢就迁出去以后就没有形成新的办学机构，就停掉了。那么整个8年抗战呢，这个地方变了日本人的军队医院，房间糟蹋的不成样子，体育馆变了马房，地板都是马啃的一大片一大片的这个都坏。这个学校的这个角上，你们现在看到那个法学院的那个楼的地方呢，是日本的伤病员死了以后就在那里火化。所有的家具都是日本的医院里面留下来的家具，叫日式的小柜子，这么一种这个，现在呢都大概是现在留下来很少了，都变了医院的这个病房，这个是变成这样一个，所以呢停办了，学校停办，我们呢都当时呢我们都在沦陷区了，上的是东亚历史、东亚地理。所以现在对日本的这个历史都非常熟悉，本州、九州、四国、北海道都背得很。学的外语学了语，课程表、拼要比、日期要比，全部用这个日文的课程。这个大礼堂挂的像，开始没有挂像，以后挂个孔夫子，以后呢是五十旗，满洲的国旗，以后呢。汪精卫投奔了这个日本以后呢，就当时成立汪伪的国民政府。汪伪国民政府上面这个“天天白日满地红”的旗上有一条黄的角，和平反共建国，有这么几个字代替当时日战区的国旗，有一条黄的。区位于重庆政府的就是偷了这么一条黄的，但是我们沦陷区的人。是已受到亡国奴的这种痛苦啊，我们都身临其境了。因为在学日语，我们都是很反感的，考试作弊不听。其实学日语还是可以，要学。我们当时在爱国不听，这个很反感。那么整个就奴化教育了，这个才叫奴化教育了。他强迫你这个日本的这样，宣传的是大东洋共荣圈。所以呢，在抗战期间呢，我们自身的经历就做了差不多8年的亡国奴。那么抗战胜利以后呢，好了，这个美国人呢，几个美的教授呢都回来了，这里的大操场上长满了杂草，里面都是野狗。学生才进来的时候住在宿舍里面，晚上不敢出来，有的给狗咬了。那么后来呢，体育老师呢，他就打狗，用气枪就把这里狗消灭掉，把这个草去掉，再恢复成草皮。那么这个呢，日本人留下来的呢，就是房子的破坏了，还留下了日本的许多家具。4、5年就恢复招了，就马上成立了，以后就招生了。那么一直到49年，1949年，中国共产党就是所谓的大陆变色，那国民政府到了台湾，那中国共产党对所谓的教会学校啊，它有一些历史上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因素啊，他觉得完全要变成所谓的他学苏联的大学模式了。就完全是所谓的公办大学，所以私立大学就被整并进去了。所有的私立大学全部政府接收了，称之为院系调整。调整就什么呢？这个大陆当时流行的就是要向苏联学习，什么学法呢？大学里面都把综合性的都变成单科性的学院。而且以工科院校为主的，就建立好多学院，所以这里呢，就成立了江苏师范学院，就搞师范了。那么东吴大学呢，就跟江南大学啊，还有无锡的一个学校的合并，先叫苏南，苏州、江苏省南部的文化教育，苏南叫
师范学院，以后呢，这个只有半年功夫呢，就叫江苏师范学院，一直到1982年改名为苏州大学。所以呢，东吴大学呢，到1952年8月份就大陆就没有了。那么一直到82年，又成立了苏州大学。那1952年，在大陆的东吴大学的名字消失，可是，在台湾呢，1951年，东吴大学恢复，所以东吴大学的香火一直没断，它的教育脉络一直是延续下来，这个是可堪告慰啊。我们常常说东吴大学1900年成立啊，名字一直到今天始终存在。东吴在台湾复校是在国民政府退守到台湾之后的第2年，有一部分的所谓的党国大佬，或者是关心青年教育的这些重要的教育家，他们有感于说台湾失学青年很多啊，那当然要有大学。可是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时候，因为最后大概1946、47年，各地就闹出一些学潮，他又很怕大学。一方面有许多人是建议要恢复增加大学的学生的名额，一方面他的政权又有感于有那个伤痛，被学潮闹得不可开交，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在台湾的政府就非常审慎。那但是呢，当时候能够说服台湾的后来复职的蒋介石总统、蒋中正总统，那就蒋中正总统周围的人刚好有东吴大学的毕业生，那个就是后来当时候是阳明山管理局的局长，那后来也形成东吴大学的第1任校长施季炎，那他就跟蒋总统建议说啊，应该是要恢复。再加上我们第1任的董事长王宠惠，也是跟蒋中正是一个同辈分的一个人啊。当时担任司法院长，当时法令没有那么严谨，所以他司法院长台湾复校要组织一个董事会，他就担任董事长。所以在诸多这个国之大佬关心教育、关心青年的这些社会人士，那他们的建议之下，东吴大学就先允许办补习学校，但是不是一般现在的南阳街补习学校，虽然叫东吴补习学校，但是讲授大学课程。那时候国势空冲啊，战乱结束也没有经费，政府也没有经费，民间也没有经费，是我们也是一个校友，他刚好在那里有一个2层楼的房子，然后楼上暂借给东吴大学，大概用很低廉的租金吧，就给东吴大学。所以我们用几间教室在那里先办了补习学校，补习学校办了3年，那个成果很不错，所以在1954年教育部就回复同意我们恢复东吴大学法学院。当初东吴大学成立的时候，是有跟卫理公会、监理公会要经费，但是卫理公会当时候也面临很多的搬迁。中国有13所有名的教会大学，当然有很多啦，但是有规模又有历史又办学好的有13所，从北到南，从北京一直到广东。那这些教会大学在中国陷入内战内乱的时候啊，他因为战争一打起来，他学校就要搬迁，所以在东北的燕京大学，在山东的齐鲁大学等等啊，一直到像在四川的华西大学，在南京的金陵大学，在苏州的东吴大学等等这些学校，或者包括金陵女子大学，就面临了战争之后啊，就北京战乱了之后，北京的学生
燕京大学的学生就借齐鲁大学的校园共同来上课。齐鲁也面临了战争之后又搬迁到了天津，搬迁到了上海，就借用其他教会大学。后来这13所大学，因为整个学生老师相互支援，相互借教室的资源，然后也相互把资金共同融合在一起，所以后来这13所大学的基金就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叫美国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简称叫 UB。那东吴大学要跟这个 UB 来要申请经费的时候 ，UB 说它是13所大学的共同基金啊，帮助东吴之后啊，岭南大学要恢复，金陵大学也要恢复的时候，大概没有这么多钱在台湾同时办13所大学。那这个联合董事会就给东吴回复说，你东吴要复校，我可能帮助你一部分。那一部分的话，对他构想一个大学来讲，可能太微薄了，也构不成建构一个好大学。然后，如果这个时候金陵大学也要在台湾复校，因为它也有金陵大学的基金啊，也有齐鲁大学的基金啊，也有燕京大学的基金啊，所以后来就没有同意东吴。经过了几年之后啊 ，UB 做了一个决策说，恢复旧的在大陆时代旧的大学，可能力量太分散了，干脆就成立一所新的大学。那所以就把这个基金共同放在台中，成立一所新的大学，叫东海大学。东海大学的校长室看的时候，校长室走上去的那个2层楼的墙壁啊，包括校长室，就放了这13所大学的校徽在那里，辽备一格说他的基金是来自这13所。那么为什么叫苏州大学？当时有2个大学名称可以挑，叫江苏大学跟苏州大学。因为东吴是苏校 University， 所以呢，后来就考虑到东吴的历史呢，就这样的英文名字就统一了。所以呢，现在的英文校名我们还用苏校 University， 但是呢，为了避免这个混淆起见，所以要注意一下苏州。因为台湾也有个苏校 University， 那么现在这个保留这样名称的学校呢 ，Peking University， 不叫北京人。改名为苏州大学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再叫回东吴大学？这个呢，当时政府考虑呢，当时改过来就私立学校就不允许以教会学校的名义来了。当时因为大学这个大陆啊，那个时候的这个思想跟现在有很大差别。这个当时来讲是美国，它的文化侵略中国，大陆开始认为就是要实行美国的文化影响，以后呢，教会学校呢，都把它要打散了，改了。你看有许多燕京大学也打散了，东吴大学打了，三亚医学院也打散了，齐鲁大学也打散了。所以凡是教会学校都打散了。这个呢，对教会学校的这个政策啊所决定的。所以那个时候要恢复东吴大学呢，也做了好多努力。我也到北京去跑过好多次啊，但是呢，始终没有成功。为什么呢？这个也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东吴大学改了，那么这个天津的北洋大学要不要改？好多问题都来了。所以呢，后来就一律就不改，校名问题一律就不改，所以没有改。那么只有一个英文名字呢，保留了这样的特点。卫理公会在背后穿针引线，教会联系了在台湾的那些校友的情感，甚至早年东在台湾复校的几个会督，安树堂、黄安树，他是在东吴建校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卫理公会的会督，爱徒了，这个爱徒是第2任的会督。当时的教会也面临了财政的拮据，所以他用他个人的身份到美国去，跟美国的教友去募了钱，盖了第1栋宿舍。那代孙可能是纪念一个代孙，那这个代孙他就是
当年在苏州的一个教授，他后来回美国去了，又听说东吴在台湾复校了，他听到这个消息，再从美国过来，然后英文系的教授，也担任过图书馆的馆长，那也担任过校长的协助的秘书吧，主任秘书。端木凯校长，他在1948年的时候担任过行政院的秘书长49年，也担任过之前的立法委员，担任过更早在抗战时代的时候的国家总动员会议的秘书长，最后14年的时间，他担任东吴大学校长。14年时间，一年成立一个新的系或者是所，一年在东吴这个校区里面盖一栋楼。以当时候东吴欠债的情况之下，能够做到这种程度，那有多大的魄力？东吴当时候欠债，然后又要贷款，那怎么办啊？那个银行或者教育部又说你要把那个债务先还清。两个人，一个是端木凯校长，一个是商学院的院长叫吴干，两个人把他的房子拿去抵押，然后才又借新的钱来盖另外新的大楼。就是东吴在台北复校的艰辛的历程，他们社会地位很高，但是最后完全无私奉献给东吴。东吴在台湾的时候，因为当然我们当时候的资金有限啊，所以买的校地还有一部分啊，当时候叫士林镇公所镇民代表大会，鼓励民间兴学，他也捐地一部分的土地给我们，那形成今天的外双溪校区。那后来1970年代我们发展到城中校区，那这两个校区有一些建筑物我觉得都是盖的刚刚我讲的那个朴实无华。东吴的真正用自己的钱在自己的土地上盖的第一栋大楼就是宠惠堂，每一个楼层很高进去就觉得说那种有大气的那种感觉。那个楼梯是有点古味是 Y 字形的楼梯，窗户是一个很高雅型的窗户。东吴到了台湾来之后的建筑，并没有办法去模仿大陆时代，因为大陆时代的那个建筑那个工法建筑要比较多的经费，要比较长的时间，所以东吴在台北没有办法有那么多的经费跟那么长的时间来盖一栋楼。刚开始在苏州的时候，那个建筑也不是今天的那一栋叫灵堂。就是纪念林乐知的那个非常典型的，被大陆称为是10大校园美景的一个校园的，那个也是到1900几年以后，林乐知过世了之后才盖的那一栋楼，也不是一开始就盖，那盖的时间都要比较长。那东吴当时候复校很急但是你提到的校门。导师这个校门是很有名的一个建筑师，也就是后来东吴第一任董事长的儿子，王宠惠的儿子叫王大闳，他在台湾留下了大概将近40栋有名的建筑，在东吴大学里面有3个跟建筑有关，一个是我们的校门，一个是城中的祝丘大楼，就是纪念端木凯的，端木凯端木名字叫凯。字叫祝丘，所以叫祝丘大楼。另外一个就是王宠惠的坟墓，现在被台北市政府列为古迹了。那个坟墓就在东吴的校园的顶方。那导师有一栋建筑，跟大陆有一些呼应。城中第5大楼，从桃园街看过来，桃园街跟贵阳街交叉口那一栋第5大楼。它多了一个圆形的门那个圆形的门就取东吴在上海法学院的门的那个造型，在上海那个法学院已经不存在了，已经被拆掉了。我们是从照片里面。
按开放探亲是1987年，大概1990年左右的时候，王少义董事长他就回大陆去看上海的校友，因为他上海法学院毕业，也回苏州大学，可能也有一部分校友共同，他就捐了一笔钱，就盖了一栋东吴校友楼，在苏州大学里面，张孝慈校长去访问了苏大，然后正式的签订说两校以后在学术上，在教授的付款，在学生的付款上要建立一个更密切的关系。张孝慈校长他讲的话就是两校同根同源，一藤两瓜，丝瓜的藤，但是长出两个瓜出来。之后的苏大的校长跟书记也都来过东吴，他们的前校长就在我们的校园里面种了一棵树，我们的张校长、刘恩俊校长也都分别在他们的校园里面有种树。就我所知的，我们常常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发展到现在我们有固定的学术的研讨会，一年在苏大，一年在台北。不管是商学院的，不管是法学院的，或者是我们人文社会学院的哲学的部分，我们中文的部分都有非常密切的交流。理学的部分当然都有，跨级的部分几乎是全校性的，各个学院都跟苏大展开全面性的交流活动。东吴在大陆时代的时候，几个很好的传统，他们也把它带上来。哪些传统呢？第一个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从林乐之开始，一直到历任的校长。林乐之虽然是一个传教士，是一个美国人，但是他到中国来之后，他认为栽培中国青年有世界观、有全球观是很重要的。所以林乐之创办东吴、创办学校的时候，其中他有一个书院叫中西书院。我办这个书院要有中国的文化精神，要有西方的文化精神，所以叫中西书院，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东吴一开始，他为什么要规范，要有大一、大二国文，要有大一英文、大二英文，其实就是要培养最基本的中西文化的语言，先把语言的基础扎实。第二个当然，东吴有几个很有品牌的系一开始的时候也就在台湾复校，像法律系、会计系。法律学科呢是东吴是最好的。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南东吴，北朝阳。朝阳法学院呢，它是国内法；东吴法学院呢是比较法，就 comparative law。所以呢，东吴呢就是比较法，全国来讲是最好的。历任国际大法官呢，都是东吴大学的毕业生，像顾维钧倪震岳当时中华民国在国际法庭这个都是东吴法学院的好多都。东吴大学的传统呢，应该表现在它的校训里面。第一个就是 Enter full Grammar， 这个呢就是从圣经里面以弗所书13章12节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要做一个完全全面的人 ，Enter full Grammar。那么教会学校里面呢，就把它作为东吴的校训。那么中文校训呢，就是扬天地正气，发古今完美。那么这个呢，两个呢应该讲，英文校训尽管没有讲扬天地正气，其实这两个意思呢是比较融合的。也就是我们学校要培养的人，就是要能够使他一个成长为一个比较成熟的人。因为 Enter full Grammar 这个在圣经里面它是怎么来讲的呢？它是讲要能够使自己成长以后呢，对异教徒的侵入有很高的鉴别能力，就不会上当，能够真正理解到这个上帝的这个意志。这个是原话了。但是在学校来讲呢，当然不是培养教会的这个
我们就利用它呢作为培养人来讲，要做一个成熟的人、成长的人、全面的人。那么这样呢，就在学校里面就要朝这个方向来努力。所以东吴的这个传统呢，就在校训里面呢，从大陆带过来的，我们的校训一直没变。在刚开始杨联办东吴的时候，他的校训就是取《圣经以佛所书》里边的一句话，叫"安图尔夫国内"。中文的校训就是后来我刚刚不是提到教育的主权化吗？就是整个要用从洋人的校长转到华人的校长，同样的也要从洋人的校训当中转化为中文的校训。那"安图尔夫国面"在中文的意义里面就取了一段很有名的话，这段话意义跟"安图尔夫国面"就很接近，叫"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这个精神延续不断。到台湾来，我们没有另立新的什么校训，新的在台湾的本土的一个精神，就延续东吴的中英文的校训。所以我觉得这个中英文的校训，再加上东吴的校色，红色、黑色，热情坚毅啊，这两个校色，在1910年代、20年代那一段时间啊，当然有许多因为国家的因素，也可以说是当时世界的因素啊，取德国的铁血的精神，一方面铁坚毅的精神，黑色；血红色，热情。所以这样一个融合的西方，也融合了中国的东吴的校训的传统，一直从苏州到台北，延续不断。东吴从苏州到了台北，它有形无形的资产，我相信是很多的。最大的有形的资产，也可以说是无形资产，就是一批在大陆接受东吴教育的东吴的校友，他们到了台湾，他们念念不忘东吴的对他们的栽培之恩啊，想恢复东吴大学。所以这一批校友是在台湾复校最大的资产，也可以说是无形，因为校友是一个具体的人，但是他们背后其实是东吴精神，是因为东吴精神感动他，东吴精神也栽培他成为一个社会有用的人，所以他们进一步想要回馈。所以早年的校友会的组织的董事，绝大部分都是东吴的校友，一直到现在。很多私立大学是财团办的，是企业家办的，甚至是家族办的一个学校。当然，他们有他们的优点，但是东吴大学所发挥大爱的精神，是校友起来，然后有感于教育的重要，东吴精神来恢复的。所以大家是出钱出力的，没有一个董事是说办东吴是为了要赚钱，办东吴是为了要彰显东吴的精神，让它维持下去，让它持续不断，让它发扬光大。所以每一个董事是出钱又要出力，这样一个精神。